八县之一张国老，从大唐国国师到关内空无一物，为何活了3000年却只求一死？睡前历史故事，想象这样2幅画面。第一幅，长安大明宫金碧辉煌的朝堂之上，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正一脸虔诚地躬身行礼。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刚刚当众敲碎自己满口牙齿，又当场让新牙长出的白发老者。皇帝赐他官位，赐他封号，甚至想把胞妹嫁给他。满朝文武屏息凝神，无人敢怠慢。第二幅，太行山间的土路上，一个精瘦的老头倒坐在一头同样精瘦的毛驴背上，慢悠悠地往前走。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素袍，驴脖子上挂一只旧竹筒，走一步，竹筒里便发出空空的回响。远处有人喊他，他不回头，只是举起手懒懒地摇了摇。这2幅画里的竟然是同一个人。我们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张国老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按照《正史新唐书·方济传》的记载，张果这个人会乡里系以自神，他故意把自己的家乡、家族、出身全都藏了起来，什么都不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不肯讲，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真的没脸说，要么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张国老显然属于后者。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来路全部抹去，他就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道没有起点也看不见终点的谜。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纪，没有人知道他师承何人，甚至没有人能确定他姓甚名谁。张国老这3个字老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张国才是本名。可就连这个本名也极可能只是一个行走江湖用的代号。在河北平山霍滨台村，老百姓口中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张国老。在这里，他没有什么神仙光环，他出生在一条叫张家胡同的小巷子里，排行老2，上头有个哥哥叫张能。兄弟俩分家的时候，哥哥拿走了房子和田地，留给他的只有3样东西：一只豁了口的破瓦盆，一头瘦的能数出肋骨的灰毛驴，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母亲。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家庭处境：一间漏风的土屋，一个连像样嫁妆都没有的穷家母子俩守着那头毛驴，每天靠砍柴换几文钱过活。未来的活神仙，此刻还只是一个为了下一顿饭发愁的普通少年。这就是张国老身上第1层，也是最迷人的矛盾。一边是正史上刻意营造的来历不明、深不可测的神秘形象，一边是民间传说里分家只分到破盆毛驴的贫寒少年。2种出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泥里，而恰恰是这泥里长出来的根，让他后来站在云端的每一步都还记得泥土的温度。那个时代也正在经历属于他的疼痛。张国老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大致在唐高宗到武则天当政的时期。对外，这是大唐疆域最辽阔的黄金时代；对内，这是一个李家皇族正在被五州新贵连根拔起的血腥年代，中条山外的世界。朝堂上刀光剑影，昨天还是宰相的人，今天就可能被赐死。但中条山里的日子却是另一种节奏，松子落棋盘，山泉煮野茶，日升月落都不关人事。张国老选择了山，而不是朝堂。他隐居在中条山深处，往来于汾河与晋中之间，习得了一身长生养气的本事。山下的老人说，自己还是孩童的时候，就见过这个白衣人在山路上走。
等他们自己胡子花白了，那个白衣人还是当年的模样。而张国老自己呢，他自称尧帝时代就出生了。尧帝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人物，这话当然是夸张的，但他敢这么说，山下的人敢信，这本身就说明了他身上有一种让人无法用常理揣度的气场。当地百姓偶尔在山里遇见他，回来便说那是个仙人。可这个仙人此刻还远没有后来那么潇洒，他每天做的事情和山下的农民没什么两样，砍柴、种地、采摘草药、喂养那头灰毛驴。唯一不同的是，他砍完柴回到草棚里，不急着睡觉，而是点一盏小油灯，翻看那些从山下旧书摊上淘来的黄老之书。那些泛黄的纸页上讲的是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大道。少年张果在灯下读着读着，眼睛里渐渐有了不同于柴米油盐的光。他不知道的是，山外的世界已经有人盯上了他。那个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叫武则天。关于张国老的修行起点，民间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他10岁那年，家门口来了一位云游的道姑，法号通慧。这位道姑既不化缘，也不讨水喝，只是站在门口打量了少年张果片刻，然后对他母亲说了一句话：这个孩子我收了。放在今天，这大概相当于一个陌生人来敲门，说要带你家孩子去读寄宿学校，而且一走就是很多年。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都会拒绝，但传说里，张果的母亲沉默了很久，最后竟然点了点头。也许是他看出了这位道姑的不凡，也许是一个贫寒之家实在无力抚养2个孩子，又也许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儿子本就不该被困在这一间漏风的土屋里。不管怎样，10岁的张果跟着通惠道姑上了山，这一上山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山下的孩子还在追鸡撵狗的时候，山上的张果已经在学辟谷胎息。这是道家的一种修炼方式，简单说，就是通过调节呼吸和意念，让身体进入一种极低消耗的状态。普通人3天不吃饭就头昏眼花，但修炼到一定境界的修行者，可以连续数日甚至数十日不进1粒米，只靠吞咽津液、吸纳清气来维持生命，这就是所谓的食气。有记载说，张国老后来精通此术，能数日不食而精神欲望。我们不必把这想得过于玄妙，它本质上是一种对身体机能的高度掌控能力。但你想，一个10来岁的少年，别的孩子正缠着糖饼和肉包子的时候，他已经学着怎么和自己的饥饿感共处了。这件事本身就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一种和身边所有人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别人追着欲望跑，他学会和欲望坐下来谈判。这或许就是他后来逆向而行最早的心理根源。当整个世界的逻辑都是往前冲、往上爬、往外求的时候，他从小就习惯了往回看、往内观、往后退。你往前跑，能看到的是别人的背影；你往回看，能看到的是自己走过的路。哪个更重要？少年张果在那时的灯下大概还说不清楚，但这个习惯已经像刻进骨头里的纹理一样，开始一点点渗透进他的生命。他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师承版本。历代神仙通鉴里说，张国老真正拜的老师不是通惠道姑，而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是谁？那是上古神话中皇帝的老师，传说曾经传授皇帝兵法，助他大破蚩尤。
如果能把张国老和九天玄女扯上关系，那他的辈分可就高得吓人了。当然，这大概率是后世道教徒为了抬高他的身份而附会的。但这种附会本身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国老身上那种来历不凡的气质，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一个人能被后人拉去和上古神仙攀师承，至少说明他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早已不是什么普通的修道之人。回到那个中条山里的白衣少年，通惠道姑教了他什么，玄女传了他什么，史书上当然不会有记载，但我们可以从他后来的行为里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一个永远不和人群走同一个方向的人。人这一辈子最难看清的是来时路，而张国老之所以成为后来的张国老，就在于他很早就在学着看自己身后留下的脚印了。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当张国老已经忘了自己在这深山里住了多久的时候，山下的世界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姓武的女人正在把李唐皇族一个一个地踩在脚下，而她的目光已经穿过了层层山峦，盯上了这位据说活了几百岁的奇人。我们要把视角暂时从中条山的松林里拉出来，落在大唐的东都洛阳。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是一位67岁的女皇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到了晚年，对一件事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那就是长生。这不难理解，一个女人从太宗的才人做起，一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爬上龙椅，为了权力，她几乎付出了一切。现在权力在手了，可她老了，她的皮肤在松弛，她的精力在衰减，她开始频繁地生病。那个曾经能亲自骑马阅兵的女人，开始需要人搀扶着上朝。对于普通人来说，老去是一种遗憾，但对于武则天这样的人来说，老去是一种背叛。她辛辛苦苦抢来的一切，马上就要被时间全部收回了。所以她疯狂地寻找神仙方术。她的宫殿里常年养着一批道士，炉火日夜不息地烧着丹砂。各地官员们为了讨好女皇，也在四处搜罗民间的奇人异事，只要能找到活神仙，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老的名字从山西传到了洛阳。中条山里有一个叫张果的人，当地人说他们小时候就见过这个人，如今自己都当爷爷了，这个人还是小时候见的那个样子。没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他自己说生在尧帝的时代。这个消息传到武则天耳朵里，她的眼睛亮了。对于一个正在和时间赛跑的老人来说，这样的描述简直比任何仙丹都更诱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活了几百岁，那他一定掌握着长生不老的秘密。如果他愿意把这个秘密告诉自己，哪怕只是透露一点点，那自己就有可能继续稳稳地坐在龙椅上，再坐10年、20年、30年。武则天立刻下了诏书，派特使带着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条山。我们把镜头重新对准张国老，他此刻住的还是那间草棚，养的还是那头毛驴。仪仗队出现在山路上，金鼓齐鸣，惊起了满山的飞鸟。当地的百姓纷纷跑出来围观，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使者在棚外高声宣读圣旨，邀请张果先生入京面圣，言辞十分客气，说是皇帝陛下仰慕先生清德，恳请先生出山一叙。但张国老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份客气底下藏着的是什么。皇帝请你出山，你去了，
说得不好听，就是被软禁在宫里。从此你的一切都要围着皇帝的需求转，你要给他炼丹，你要给他讲长生之法，你要随时待命，满足他的种种要求。等你没用了，或者他等不及了，你有几个脑袋够砍，你不去，那就是抗旨，抗旨杀头，出仕还是入仕，自由还是性命，这个选择比山还重。当地百姓私下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个白衣老头肯定要跟着使者走了，毕竟那是皇帝啊，谁不给皇帝面子？也有人说这个张果脾气古怪得很，从来不按常理办事，说不定真敢抗旨。还有人悄悄说起多年前的一件旧事，说是有个云游和尚曾经冒犯过张果，第二天那个和尚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说这话的人压低了声音，反正我觉得这个张果没那么简单。这些话落在山里清冷的夜风中，很快就散了。真正的大幕还没有拉开，圣旨到了，仪仗到了，使者到了。摆在张果老面前的是一个看起来没有退路的选择。武则天派来的人不是来跟他商量的，他们是带着全套皇家仪仗来的。金鼓开路，旌旗蔽日，那阵势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施压。你总不给面子吧？张果老没有说不去，也没有说去。他做了一个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死了。准确地说，他在使者面前，在度女庙前当场气绝身亡。旧唐书里对这件事的记载极为冷静，只说张果鬼言则天时死，但民间的版本要鲜活得多。那是一个盛暑天，太阳毒辣辣地挂在中条山上空，使者们在庙门口等了整整1个时辰，进去一看，张果老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面色惨白，气息全无。更要命的是，因为天气炎热，他的身体几乎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开始腐烂，甚至生出了虫子。一个死人，一个正在腐烂的死人，你总不能把一具腐尸抬回洛阳给女皇陛下看吧？使者捏着鼻子检查了尸体，确认这位活神仙确实死透了，只好带着一脸晦气打道回府。他们一路上大概都在发愁，怎么跟女皇交代？您要的活神仙变成了一堆烂肉。而等使者的队伍消失在山路尽头之后，杜女庙里那具腐烂的尸体悄无声息地坐了起来。张果老拍了拍身上的土，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牵出那头灰毛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中条山。他换了一座山继续隐居，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成功的金蝉脱壳。在武则天召见之前，张果老只是一个隐居修道的普通人，名声虽然有，但那更多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他本人并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被动的隐士，因为隐居，所以名声远扬，因为名声远扬，所以被皇帝盯上，而杜女庙前这一死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主动的，明确的不留余地的选择。他在用最极端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我不去给官位，我不去给富贵，我不去女皇亲情，我也不去，我可以死，但我不去。这一次诈死之后，张果老身上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倒骑着那头毛驴云游四方。关于倒骑驴这件事，我们留到后面慢慢说。但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他是在主动拒绝了武周王朝的征召之后，才开始倒着骑驴的。有些转身是为了更好地看来时路，他转身背对了洛阳城的方向，那是天下权力的中心，是多少人做梦都想挤进去的地方。
他的驴往前走，他的眼睛却看着身后渐行渐远的山川，那个姿势仿佛在说，你们往前追的那些东西我都看到了，我从那边过来的，我不稀罕。武则天没有再来找过他，也许是使者汇报说他确实死了，也许是女皇后来忙于应付朝中越来越棘手的局面，顾不上一个山野老道。但更大的可能是，张国老这次死亡表演太过逼真，以至于连精明如武则天的人也把他骗了过去。不管怎样，他自由了。他在衡州的山里一住又是很多年，这期间他倒骑着驴走遍了晋北的沟沟壑壑，背着那只后来成为他标志性法器的鱼鼓，敲着键板唱一些谁也没听过的小调。有人认出了他是当年那个死而复生的张果，他也不辩解，只是笑一笑。驴蹄声哒哒地远了。山中岁月静好，但山外的世界从不安静。武则天死了，李家重新做回了龙仪，中宗、睿宗走马灯一样的更迭。最后登上皇位的是一个叫李隆基的年轻皇子。他后来有一个更加响亮的称号，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开创者。而这位大唐最鼎盛时代的皇帝，也和他的奶奶武则天一样，对一个叫张果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元23年，公元735年，这一年，大唐在玄宗的治理下如日中天。长安城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西域的商队踏着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涌入中原。而此时的唐玄宗正处在人生的巅峰期，他年轻英明，精力旺盛，把一个大帝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到了这个位置，也难免会开始想一些更高远的事情，比如这人间的事我能掌控，那天上的事呢？这龙椅我能坐稳，那长生呢？于是和武则天一样，他也开始找神仙。这一次，张国老的名字又一次浮出了水面。距离当年的杜女庙诈死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当初见证过那件事的人大多已经作古，但张果这2个字就像一个怎么按都按不下去的浮漂，又一次从民间的传闻中冒了出来。唐玄宗派了一个叫裴务的通事舍人去请他。通事舍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外交礼宾官，身份不高，但代表着皇帝的脸面。裴务带着诏书翻山越岭，终于在衡州的山里找到了张国老。他第一眼看到这个传说中的活神仙时，心里大概是很失望。眼前这个老头头发全白了，牙齿掉了大半，满脸皱纹像核桃壳一样。这哪里是什么神仙，这分明就是一个风烛残年的普通老人。裴务的态度便有些不耐烦起来，言语间失了分寸。张国老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又死了，和几十年前在杜女庙前一模一样，气绝倒地，不省人事。裴务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又是烧香，折腾了半天，张国老才慢悠悠地睁开眼睛，像刚从一场午睡中醒来。裴务再也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说明了来意，恳请他入京面圣。张国老沉默片刻，这一次他点了头。为什么他拒绝了武则天，却答应了唐玄宗？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许是因为他年纪更大，道行更深，觉得是时候正视正道了。也许是因为玄宗派来的人比当年武则天的人更诚恳，又也许他只是单纯的觉得躲了这么多年，与其继续躲下去，不如正面展示一次，让你们看清楚了，然后放我走。长安大明宫金殿之上，唐玄宗见到了传说中的张国老。
眼前这位老人白发苍苍，齿牙残缺，站都站得不太稳。玄宗心里也泛起了嘀咕，但他是见过世面的帝王，面上礼数丝毫不减。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辛苦。玄宗客气地寒暄，张国老笑了笑，然后做了一件让满朝文武永生难忘的事。他抬手拔掉了自己头上稀疏的白发，又伸手进嘴里一颗一颗地敲下了残存的牙齿，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大臣们有的倒吸凉气，有的别过头去不敢看。玄宗也愣住了，这是干什么？但张国老不慌不忙，从袖中取出一包药粉，敷在头上和口中。他闭上眼睛调息片刻，等再睁开眼时，满朝寂静之中，他的头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出新发，漆黑浓密油亮，像20岁的少年。他张嘴一笑，两排白牙整齐如鞭，哪里还有刚才那副风烛残年的模样？整个大殿鸦雀无声。片刻之后，不知是谁第一个跪了下去，紧接着满朝文武哗啦啦跪倒一片。玄宗瞪大了眼睛，半晌才说出话来：先生真乃神人也。这只是第一次法术展示，很快又有了第二次。那天玄宗在咸阳郊外狩猎，猎到了一头大得出奇的鹿，鹿角上隐约刻着一行古字，没人能辨认。张国老看了一眼，说：这是元朔5年，汉武帝在上林苑放生的仙鹿。元朔5年，距今正好800多年。他让人查验鹿角上的刻字，果然是汉武帝的年号，分毫不差。满朝再次震惊。第3次，玄宗想再试试他的深浅，他赐给张国老一杯锦酒。锦是一种有毒的草药，少量可入药，大量足以要命。玄宗的本意大概是：你要是真神仙，毒不死你；你要是骗子，死了也不可惜。这不是什么光彩的手段，但在权力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测试。张国老接过酒杯，连饮3杯。他放下杯子，张开嘴，众人发现他的牙齿被酒染得焦黑。他随手拿起案上的玉如意，照着黑牙就是一下，牙齿应声而落。然后他敷上药膏，片刻之后，洁白的新牙又长了出来。3次法术展示，一次比一次震撼。唐玄宗彻底服了，他当即赐张国老通玄先生的封号，拜为银青光禄大夫。这是一个正3品的官职，虽然更多是虚衔，但名义上已是朝廷高官。皇帝还专门下旨在行州五峰山为他修建栖霞观，配了2名弟子随侍左右。御赐的金鞭、鱼骨等法器也这时候一并送到了他手中。从山野隐士到官方认证的活神仙，张国老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蜕变。站得越高，越要记得回望来时路。此刻的张国老站在长安城的最高处，满朝文武见了他都要躬身，皇帝见了他都要称呼一声先生。他拥有了一个修道之人能够获得的所有世俗荣耀，但他没有在这些荣耀里停留太久，因为唐玄宗的下一道恩赐正在路上。那是一件比官位、比封号、比栖霞观都更棘手的东西——一桩婚事。而新娘是大唐的玉真公主。长安城的生活和张国老想象的差不多。栖霞观建好了，御赐的金鞭和鱼骨也送到了手上。玄宗隔3差5就派人来请他进宫讲道，有时候是请教养生之术，有时候是让他给朝中的术士们露2手。张国老也不推辞，该讲的讲，该展示的展示。但他心里始终有一根弦紧绷着，这座宫殿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的。每一次赏赐背后都藏着一道测试，每一次礼遇底下都压着一层试探。
唐玄宗这个人比他的奶奶武则天更不好对付。武则天是明着来，我要你的长生术，你给不给？不给就杀头。但李隆基不同，他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对张国老的态度，用一个不太恰当但好理解的比喻来说，有点像今天的人对待一件珍贵的古董，既想摆在家里天天欣赏，又想弄清楚它到底值多少钱，还要确认它是不是赝品。于是他身边的人轮番上阵了。先是邢和仆，这位是玄宗身边最擅长相面和算命的术士，据说能从一个人的面相推算出他前世今生的命数。玄宗让他暗中给张国老看相，邢和仆盯着张国老的脸端详了半晌，最后满头大汗地跪在玄宗面前说了一句话：臣看不透。玄宗又派了师夜光，此人以神算闻名，能凭着一个的生辰八字推演他一生吉凶祸福。但张国老的生辰八字没人知道，他自己不肯说，旁人又问不出来。师夜光来了几次，连个起手势都摆不出来，只好灰溜溜地退下了。然后是叶法善。叶法善可不是一般的道士，他是当时名满天下的高道，与张国老、罗公远并称唐代三大方士，在玄宗面前极受信任。更重要的是，叶法善确实是有真本事的，他精通符箔、炼丹、照神、合鬼之术，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有一天，玄宗终于忍不住了，他屏退左右，单独把叶法善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了一个他憋了很久的问题：叶青，你告诉朕，这个张果到底是什么人？叶法善的脸色瞬间变了，他跪在地上，嘴唇发白，半天不敢开口。玄宗再三追问，叶法善才颤抖着说出了一句话：陛下，臣知道，但臣一旦说出来，立刻就会死，除非陛下答应臣一件事，如果臣真的死了，陛下要免官图国，亲自去求张果先生救臣，只有他才能让臣活过来。玄宗答应了，于是叶法善闭上眼睛，说出了那句话。这句话在《新唐书》里被原原本本地记了下来。他说，张国老是混沌初开时的白蝙蝠精。话音刚了，叶法善的身体突然僵住，他张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紧接着鲜血从眼睛、耳朵、鼻子、嘴角同时涌了出来，七窍流血，当场倒地，气绝身亡。整个大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玄宗惊呆了，他想过张国老不是凡人，但没想到他的法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叶法善不过是隔着好几道宫墙远远地说了一句真话，那边连面都没露，人就没了。他脱掉了皇冠，赤着双脚一路小跑到了张国老住的栖霞观。满朝文武跟在后面，看着他们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像一个犯了错的学生一样，低着头站在张国老面前，恳请他救叶法善一命。张国老看着玄宗，沉默了很久。他不是在摆架子，但你对我客客气气，我就客客气气。但如果你忘了分寸，下一次倒在地上的就不一定是叶法善了。最终他点了点头，随玄宗入宫。片刻之后，叶法善悠悠转醒，好像只是睡了一觉。朝堂上的所有术士从此再也不敢在张国老面前多说一个字。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长安城，但玄宗并没有被吓退，恰恰相反，他对张国老的兴趣更浓了。一个能隔着几道墙让当朝第一高道瞬间毙命的人，一个能让皇帝赤脚求情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不能为己所用，那就太可惜了。于是一道新的恩典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酝酿。
而这道恩典的发端和另一个人有关。玉真公主，唐玄宗异母同胞的亲妹妹。这位公主娘娘生性好道，早年就出家做了女官，对尘世间的婚嫁本不怎么上心。但她在宫中见过张国老几次之后，心思活泛了。也许是仰慕他的道行，也许是被他那份超然世外的气度吸引，又也许只是单纯的敬重和亲近之意。总之，这位大唐最高贵的未婚女性向她的皇帝哥哥表达了一个意思，她愿意嫁给张国老。玄宗一听，正中下怀。你看，官位你不在乎，封号你不在乎，钱财你也不在乎，那联姻呢？我把亲妹妹嫁给你，你成了皇亲国戚，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总不能连家人的面子都不给吧？在玄宗的算盘里，这是一步绝妙的好棋。张国老如果接受，就等于被一根无形的锁链拴在了皇家；如果不接受，那就是不给皇帝面子。他正好借此发作，消息传到了栖霞观。张国老听完没有生气，没有慌张，他只是轻轻笑了一声。赐婚的消息在长安城的官场里炸开了锅，有人羡慕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那是玉真公主啊，陛下最疼爱的胞妹，人又娴静又好道，又深居简出，简直挑不出一毛病。娶了她，荣华富贵自不必说，从此就是皇亲国戚，子孙后代都有了铁打的靠山。这种好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也有人私下摇头，他们在朝堂上混得久了，知道这桩婚事里的门道。这哪里是赐婚，这分明是软锁套猛虎。张国老一旦点了头，从此就再也不是什么方外之人了。他就是大唐的驸马都尉，是皇家的附属品。皇帝随时可以召他进宫，随时可以让他展示法术，随时可以用一家人的名义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修道。修什么道？你的道就是伺候好你的皇帝大舅哥。但不管是羡慕的还是摇头的，所有人都觉得张国老会答应。那可是公主啊！玄宗也这么觉得，他甚至已经让人开始准备婚礼的各项事宜、府邸、仪仗。聘礼单子每一项都按照最高规格来办，他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到朕是如何礼遇神仙的。正是赐婚的那一天，大殿里站满了人。玉真公主被请到了殿上，她今天特意穿了一身素雅的道袍，不施脂粉，端庄沉静。他站在皇兄身边，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大殿门口的方向。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心里的想法。也许他真的对张国老怀着某种特殊的感情，也许他只是遵从皇兄的安排，又也许这位好道的公主是真的想和一位真仙共修大道。但不管怎样，他已经站在了那里，等待张国老的回答。满朝文武分列两侧，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同一个方向。殿门大开，张国老走了进来。他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素袍，手里拄着一根竹杖，步履从容，神色平静。他没有看两旁的官员，没有看龙椅上的皇帝，也没有看那位站在皇帝身边等待他回答的公主。他只是走到了大殿正中。站定，玄宗开口了。他用了最亲切的语气说什么：先生孤身修道多年，朕心不忍。玉真公主性好清静，与先生志趣相投，今日赐婚，愿先生与公主共修大道，也为朕添一桩佳话。话说的滴水不漏，恩威并施，所有人都在等张国老谢恩。张国老抬起头，看了看玄宗，又看了看玉真公主，然后他笑了。
那笑声不大，但在这落针可闻的大殿里清清楚楚。笑声里有通达，有坦荡，有看透一切之后的明澈。他不是在嘲笑皇帝，也不是在冒犯公主，他只是真的觉得你们这些人的心思我都懂，但我全不在乎。他开口了，没有长篇大论的推辞，没有战战兢兢的磕头，他只是用苍老而清朗的嗓音唱了4句诗：曲赋得公主，实地生功夫。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这4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娶了公主做老婆，平地就能生出个公爵府来。你们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喜事，可我偏偏觉得这太可怕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有人嘴角抽动，想笑又不敢笑，有人偷偷去看皇帝的脸色。玄宗的脸上挂不住了，但还没等他发作，张国老已经从袖中掏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折叠起来的纸片，8掌大小，叠得四四方方，薄得像一片枯叶。他对着纸片吹了一口气，把它往空中一抛，纸片在空中展开，膨胀抖动。在全场百官和皇帝公主的注视下，一头毛驴，一头活生生的灰色的眨着眼睛打着响鼻的毛驴凭空出现在了大殿之中。没有人来得及惊呼。张国老翻身上了驴背，但他不是正着坐的，他是倒着坐的，脸对着驴尾巴的方向，背对着大殿的正门，也背对着龙椅上的皇帝，背对着玉真公主，背对着满朝的诸子袍服。他倒骑着毛驴，哒哒的蹄声在大殿的方砖上敲出清脆的回响。驴驮着他一步步走向殿外，阳光从门口涌进来，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有人后来回忆说，张国老倒骑在驴背上，在踏出殿门的那一刻回头看了一眼。他看的不是皇帝，不是公主，不是满朝文武，他看的是大殿深处某个说不清的方向，好像在看一件他早就放下了的东西。然后他回过头去，毛驴扬开蹄子，向着长安城外的青山一路小跑而去。大殿里安静了很久，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收场。最后是玄宗先开的口，这位亲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此刻大概感受到了一种他从政30多年来极少感受到的东西——无力感。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扫平草原，可以运筹帷幄平衡天下权贵，但他拿一个倒骑毛驴的怪老头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官，他不在乎；你给他名，他不在乎；你把亲妹妹嫁给他，他笑着给你唱了4句诗，然后骑着驴走了。红尘万丈，别走着走着就忘了来时路。满朝文武散了之后，有人私下议论这件事。有一个年长的老臣在回家的路上对身边同僚叹了一句：我们这些人读了一辈子圣贤书，争了一辈子功名利禄，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倒骑毛驴的老头活得明白。这句话在长安城的官场上悄悄流传了一阵子。有人说得好，有人说他老糊涂了，但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张国老已经回到了他的山里。他不要的东西，正是无数人磕破头都在争的东西。玄宗没有追究他的抗旨之罪，也许是因为惜才，也许是因为畏惧，也许只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人，你越是想抓住他，就越会从你的指缝间溜走。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多年以后，天宝初年，玄宗又想起了那个倒骑毛驴的怪老头，他又派了使者，又一次带着圣旨和仪仗翻山越岭去找张国老。这一次，张国老没有拒绝，也没有写诗，他死了。天宝初年，
距离张国老倒骑毛驴离开长安城又过去了将近10年。这10年里发生了太多事。唐玄宗老了，开元盛世的色泽正在一点一点褪去。他开始把朝政更多的交给自己信任的人，一个叫李林甫的宰相，还有一个叫安禄山的边将。他宠爱一个叫杨玉环的女人，在华清池的温泉水里泡软了当年那个雄才大略的帝王谷。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人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觉得死亡是别人的事，等到镜子里出现了第一根白发，膝盖在阴天开始隐隐作痛，才突然意识到那个东西离自己并不远。玄宗又想起了张国老，那个能敲碎牙齿再长出新牙的人，那个能认出800年先路的人，那个连夜法善都怕他3分的人。如果他愿意回来，如果他能把长生的秘密告诉自己，哪怕只是一点点，该有多好。他又派了使者圣旨，仪仗筋骨开道，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排场，一路向着衡州的方向开去。使者的队伍在蜿蜒的山路上走了很多天，他们翻过一道又一道山梁，趟过一条又一条溪涧，终于远远地看见了张国老隐居的那座草庐。领头的使者整了整衣冠，捧起圣旨，清了清嗓子。他在脑子里已经演练了无数遍该怎么开口，该怎么行礼，该怎么把皇帝的意思说得既恳切又不失体面。但他还没走到门口，门就开了。张国老的弟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来，脸上满是泪痕。师父，他刚刚去了。使者愣住了，他推开弟子冲进草庐，看见张国老安安静静地躺在竹榻上，双目微合，面色如生。他伸出手去探鼻息，什么都没有了；摸脉门，什么都没有了；翻看眼皮，瞳孔已经散了。使者不甘心，在草庐外面等了3天。他知道眼前这位老人几10年前在度女庙前诈死过一次，几10年前在陪雾面前又诈死过一次。万一这一次又是呢？万一他只是不想见皇帝，又演了一出戏呢？但3天过去了，张国老没有任何要醒过来的迹象。弟子们按照师父生前的嘱咐，将他入殓，葬在了山后的一片松林里。消息传回长安，玄宗沉默了许久。他有没有派人去开棺验尸？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民间的说法是，后来有人打开了那座坟，棺材里空空荡荡，没有尸骨，没有衣物，只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在开棺的那一瞬间随风散去，尸解成仙。这是道家最高境界的离世方式，留下一个空壳让世人安葬，真身早已化入天地之间。他走了，以一种滴水不漏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退场。从此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他了。武则天找不到，唐玄宗也找不到，他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干干净净地抹掉了，像一阵穿过松林的山风，来过吹动过一些树叶，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并没有真的消失。玄宗为他修建的栖霞观在行舟五峰山上一直立着，每年春夏之交，山下的百姓还能隐约听到观里传来敲鱼鼓、唱道情的声音。老人们说那是张国老回来了，骑着那头倒着走的毛驴，在月光下绕着道观走一圈，看看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颂。从唐代开始，张国老这3个字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意象，一个在民间口耳相传中不断生长、不断丰满的形象。到了宋金时期，他正式加入了8仙的行列，
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曹国舅、何仙姑，再加上张国老，这8个人组成了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受欢迎的神仙团体。而在8仙之中，只有张国老一个人的名字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他是8仙中唯一被正式认证过的仙人。还有他留下的那些东西，他那根用来敲道琴的鱼骨竹筒，后来成了中国曲艺说唱艺术中的一件标志性乐器。走江湖的艺人们背着鱼骨，敲着简板，走村串巷的唱道情，说因果，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不拜祖师爷则已，要拜的就是张国老。直到今天，在一些地方的曲艺行当中，张国老仍然是供奉的行业神。他著的《阴符经》里写下“信者生之机，情者死之机”这样的句子，被后世修道之人反复研读。他留下的五子丸、枸杞子、覆盆子、吃丝子、五味子、车前子、五味配伍，在民间医家中流传了1000多年。这些都是他留给这片土地的礼物，但对我们来说，他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也许不是那些书、那些药方、那些法器，而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个姿势，一个倒骑毛驴的姿势。他倒骑着驴，一步步走回了来时路。别人都往前赶，他往回看；别人追名逐利，他追风逐月；别人在长安城的金殿上磕头谢恩，他在太行山的土路上哒哒地走着。竹筒里装着几卷经书，竹筒里放着几张干饼，驴蹄子踢起淡淡的尘土，在夕阳底下拉出一道细长的影子。他不要的东西，恰恰是无数人用尽一生在争的东西。而他拥有的一切，清风、明月、自由、安宁，恰恰是那些争到了荣华富贵的人永远得不到的。好了，张国老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他活了多少岁？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混沌初开时的白蝙蝠精，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毛驴到底能不能日行万里，叠起来塞进纸囊。这个嘛，也许能，也许不能，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1000多年前用一个倒骑驴的姿势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长生的，不是关于法术的，不是关于神仙到底存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是，你一直在往前跑，可你有没有回头看过自己走过的路？人这一辈子最难看清的是来时路。张国老倒骑着驴，一辈子都在看。今晚在这温柔的夜色里，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学学他，不用倒着走路，不用骑驴，只是在睡前安静地闭上眼睛，想一想今天走过的路，见过的面孔，做过的选择，那些让你焦虑的、追逐的、放不下的东西，放在来时路这3个字面前，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不慌不忙，往回看看，再往前走好了。夜色已深，窗外的风也静下来了。愿你也能像那个倒骑毛驴的老人一样，在这纷繁的人间守住自己的方向。晚安。